当我放下必须要快的焦虑，灵魂真正的节奏才开始被我听见。那不是因为世界突然慢了下来，也不是因为我不再有目标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看见自己长久以来一直被一种无形的催促推着走。过去的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要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好像只要慢下来就会错过什么，就会被超越，就会落在不被选择的位置。我把速度当成安全感，把忙碌当成存在的证明。我不是真的想冲，我只是害怕停。于是我在还没准备好的时候答应，在还没消化完的时候前进，在还没听懂自己的时候就急着给世界一个回应。我走得很快，却常常不知道为什么要走这条路。我完成了很多事情，却很少真正感觉到自己在哪里。那种快不是流动，而是一种紧张的推进，像是一直被追赶，却不知道追我的究竟是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慢下来了，不是因为安排，而是因为内在先停了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，原来必须要快，一直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。我开始练习放下，不是立刻改变生活节奏，而是先放下那个信念，那个只要慢一点就代表不够好，不够努力，不够值得的想法。当这个信念松动，心里出现了一个空白。那个空白一开始很不安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如果不急，我还能靠什么前进？但就在那样的空白里，我听见了一个很久没出现的声音，不是催促，不是命令，而是一种很稳定的律动。那是灵魂的节奏，不快，却清楚；不吵，却知道方向。它不要求我立刻抵达，只邀请我好好走完每一步。我开始感觉到，原来有些事情需要时间酝酿，有些答案必须在安静里浮现。如果我一直加速，我永远听不见。当我不再急着证明自己在前进，我反而更清楚哪些步伐是真的，哪些只是被焦虑推着走。灵魂的节奏不会逼我，也不会责怪我慢，它只会在我愿意停下来的时候轻轻提醒，这里是你该停一下的地方，那里是你准备好再走的方向。我发现，当我放下必须要快的焦虑，生活并没有崩塌，世界也没有把我丢下，反而有些事情在我不再用力时自然对齐，有些选择变得清楚，有些关系不再那么消耗，有些机会在我真正准备好时才走到我面前。我才明白，速度从来不是问题，失去自己的节奏才是。当我听见灵魂的节奏，我不再需要一直向外确认方向，因为内在已经知道什么时候该走，什么时候该等，什么时候该停。那种安心不是来自完成多少，而是来自对齐。我知道我没有
离开自己，放下快，不是放弃前进，而是选择不再被恐惧牵着跑。我开始用感觉走路，而不是用比较。灵魂真正的节奏不需要我追，它一直都在，只是等我停止奔跑，愿意听。当我终于听见，我走的不再慌，不再乱，每一步都比较踏实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不是在赶路，而是在回家。当我愿意相信自己正在被带领，方向便会在旅途中变得明亮。那不是因为地图忽然清楚，也不是因为答案一次到位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停止把迷惘当成错误。过去的我很害怕没有方向，只要看不清前方，心就开始慌。我以为人生必须随时知道要去哪里，否则就是走错。于是我急着找答案，急着做决定，急着替未来定义形状，好像只要慢一步，就会被世界抛下。可是在那样的急里，我其实没有真的前进，我只是一直想要确定，却没有真正走。我没有发现，我之所以看不清方向，不是因为没有路，而是因为我一直站在原地，要求远方先亮起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感到很累，不是身体的，而是一种长期想掌控的疲乏。那一刻，我问自己，如果我不是迷路，只是正在被带领，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？这个念头一出现，内在其实很不安，因为相信被带领，意味着我不能再什么都先知道，不能再用掌控换取安全感。但我还是轻轻地对自己点了一次头，不是放弃判断，而是选择信任。信任此刻的步伐，也许已经足够。当我开始这样走，事情没有立刻明朗，但方向却慢慢出现轮廓，不是在远方，而是在我每一次行动之后。我走一步，视野就亮一点，我停一下，内在就清楚一些。那些原本让我焦躁的未知，不再那么黑，因为我不再站在原地直问他们。我开始发现，被带领不是被推着走，而是一种回应。当我诚实行动，生命就回应下一个提示，不是一次给完，而是一段一段。方向不再是终点，而是关系，是我如何与此刻互动，如何在不确定里保持对齐。当我愿意相信自己正在被带领，我不再急着证明选择正确，我开始感觉每一个转弯都有意义，就算当下看不懂，也不再否定那些曾经被我视为拖延的停顿，现在看来都是必要的调整。那些看似绕路的经验，其实在替我避开还承受不了的重量。我才明白，方向不是被看见的，而是被走出来的。当我愿意上路，它自然亮起，旅途开始变得不同，不是因为没有困难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把每一个未知都解读成错误的讯号。我开始感觉到陪伴，不是有人替我决定，而是一种深层的支持，好像生命在说，
你不需要一次就走对，你只需要愿意继续。当我这样走，方向真的变得明亮，不是刺眼的光，而是一种刚刚好的清楚，足够我走好眼前这一步。我不再要求未来先给我答案，我把专注放回此刻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没有离开自己，引导就不会中断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懂得，被带领不是失去自由，而是放下对抗。当我不再硬要走在前面，生命反而愿意走在我身旁，方向在旅途中亮起。不是因为我掌控了路线，而是因为我愿意相信，我正在被带着。而这条路不是要我证明什么，只是要我如实走完。当我愿意不再控制结果，过程便开始充满讯号与礼物。那不是因为我突然不在乎结局，也不是因为我对人生失去期待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意识到，自己一直用结果勒住正在发生的一切。过去的我很习惯提前抵达终点，在事情还没开始之前，就先想好成功或失败，先预设会不会值得，会不会后悔，会不会白走一趟。我以为这样比较安全，却没发现，我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走进过程。我一边前进，一边检查，一边计算，一边修正方向，不是因为灵活，而是因为害怕。害怕如果没有掌控，一切就会失序。于是我把注意力放在会不会达成，而不是正在经历什么。我忽略身体的反应，忽略内在的提醒，忽略那些其实正在引导我的细节，只因为它们看起来和结果没有直接关系。我没有发现，当我紧抓结果，过程就只剩工具，而我自己也只是被推着走的人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因为事情困难，而是因为我发现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没有享受过走在其中的感觉。那一刻，我问自己，如果我暂时不控制结果，只是好好走过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于是我开始练习松手，不是什么都不管，而是不再要求每一步都立刻指向终点。我允许自己先感受，再理解，再调整。就在那样的松动里，我开始看见讯号，那些以前被我忽略的提醒，突然变得清楚。一句话的触动，一个当下的抗拒，一种说不上来却很真实的感觉，他们都在告诉我，哪里适合停，哪里该转弯。过程不再只是通道，它开始对我说话，而我第一次真的愿意听。我发现，当我不再逼事情照着计划走，意外反而带来礼物。不是我原本想要的，却是我真正需要的。一些理解，一些放下，一些让我更靠近自己的转变。那些礼物不会出现在结果里，它们藏在经历中，藏在我愿意停下来的时刻，藏在我没有急着证明的片段。我开始感觉到，生命不是在考验我，而是在回应我是否愿意参与它的流动。
当我不再控制，它才有空间把讯息递给我。过程变得有层次，有节奏，有温度，不再只是通往某个目标的消耗，而是一段正在形塑我的旅程。我不再因为不确定而焦躁，因为我知道讯号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。我不再急着定义成功，因为我开始看见成长本身就是礼物。当我愿意不再控制结果，我没有失去方向，反而更清楚，因为方向不再来自预设，而是来自我与当下的对话。我开始信任这条路不是随机，只是它不照我的剧本走。而当我愿意放下剧本，每一个场景都开始有意义。那些曾经让我不安的变数，现在看来都是必要的转折。他们带我离开不再适合的版本，也带我靠近真正对齐的位置。我才明白，控制结果只是想避免失望，而放下控制才真正打开被惊喜触碰的可能。当过程开始充满讯号与礼物，我不再急着结束，我愿意走完，因为我知道每一步都没有白费，他们正在一点一点把我带向一个不需要用力抓紧也能站得住的自己。当我停止对命运的催促，命运便开始主动靠近。那不是因为我忽然放弃期待，也不是因为我不再渴望改变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察觉自己一直用焦急对生命发号施令。过去的我很容易催促命运，事情怎么还没来？答案怎么还不出现？努力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还没有结果？我一边生活，一边在心里敲着时钟，仿佛只要再用力一点，时间就会为我让路。我以为那样叫积极，叫不放弃，却没发现，那其实是一种深层的不信任。我不相信生命知道怎么走，所以我不停催，不停拉，不停想要提前抵达。在那样的状态里，我其实没有真正走在路上，我只是站在原地，对未来施压，而内在早已被等待与焦躁耗尽。我没有看见，命运不是被逼来的，它需要空间，需要呼吸，需要我不是站在门口质问，而是愿意走在路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因为事情太慢，而是因为我发现，不管我怎么催，内心都没有比较安心。那一刻，我问自己，如果我暂时不催促，不要求立刻发生，不把每一个还没出现的结果都当成失败，会不会有不同的感受？于是我开始练习停手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不再用焦虑推动未来。我把注意力放回正在发生的此刻，放回我能走好的这一步。就在那样的放松里，我感觉到一种空间，不是空白，而是一种没有被逼迫的状态。我第一次不再用等待惩罚自己，而奇妙的是，当我不再催，事情反而开始动了，不是轰烈的转折，而是一种自然的靠近。一些机会
在我没有紧盯的时候出现，一些答案在我不再反复追问时浮现，一些原本卡住的状态，在我放下期待的重量后，慢慢松开。我才明白，命运不是慢，而是被我催得无法靠近。当我站在交集里，它只能退后；当我退一步，它才有空间向前。当我停止催促，我开始感觉到节奏，不是外界的，而是属于我的。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行动，什么时候该等待，而等待不再是空转，而是一种准备。命运的靠近，不是来证明我对，而是来回应。我终于愿意信任，事情有它自己的展开方式。我不再用焦虑喊它的名字，我用稳定站在原地。那样的站位，让命运知道，我准备好承接。原来催促只会让我听不见，而安静才是邀请。当我停止对命运的催促，我没有变得消极，我只是不再用恐惧领路。我把前进交给行动，把结果交给时间，而命运就在那样的信任里，慢慢走向我。不是急着给答案，而是用一种刚刚好的速度，把我带到真正适合我站的位置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懂得，命运不是被追上的，而是当我不再追，它自然会靠近。当我愿意理解暂时的停顿是一种指引，事情便不再让我恐慌。那不是因为停顿突然变得舒服，也不是因为我立刻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停止，把每一次慢下来都当成走错路的证据。过去的我很害怕停，只要事情卡住，进度延迟，回应变慢，我就开始慌。我以为停顿代表失败，代表被遗落，代表自己不够好，所以我急着推，急着补救，急着把事情拉回运转。可是在那样的急里，我的心一直是悬着的，我没有真正站在任何地方，只是害怕掉下来。我没有发现，停顿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对停顿的解读。当我把它视为危险，恐慌就自然出现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停住了，不是因为我愿意，而是因为事情不再配合我的推动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也许这个停不是来阻碍我的。于是我开始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它，不是问为什么不动了，而是问这个停想要我看见什么。那样的转向让恐慌慢慢退后，因为我不再急着逃离，我开始待在当下，感受这个停顿带来的讯息。我发现有些停是提醒我累了，有些停是告诉我方向需要调整，有些停是让我避开原本会受伤的选择。而我以前只看见他们打断计划，却没有看见他们正在保护我。当我愿意理解停顿是一种指引，我不再把不确定当成灾难。我开始相信，即使现在看不懂，也不代表一切失序。事情依然会慢，答案依然未明，但我的心不再那么慌张。
因为我知道，这个停不是要我崩溃，而是要我对齐。我不再用焦躁填满空白，我用观察，用倾听，用允许，让这段暂停，完成它该完成的工作。当恐慌退后，我开始看见细节，一些以前忽略的感受，一些原本不想承认的疲惫，一些其实早就需要调整的界限，都在这个停里浮现。我才明白，停顿不是失控，而是一种重新校准。当我愿意配合，事情自然会找到新的流动方式。当我不再害怕停，我也不再乱推。我知道，有些答案只能在安静里出现。这份理解让我在不确定中多了一份稳定，不是因为我掌控了局势，而是因为我不再被未知吓倒。事情依然有它的节奏，而我终于不再站在对立面。我开始与这个节奏合作。当我愿意理解暂时的停顿是一种指引，我没有失去前进的能力，我只是学会在该停的时候停，在该走的时候走。而那份理解让恐慌失去了立足点，因为我知道，就算此刻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也不代表我没有被带往更合适的方向。当我开始相信未知不是危险，而是一个新的开始，那不是因为我突然不再害怕，也不是因为我看见了答案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发现，自己一直把还没发生的事当成必须立刻防御的敌人。过去的我，一想到未知，身体就先紧起来，心开始预演失败，脑中浮现最坏的可能。我告诉自己这是谨慎，是为了不再受伤，可实际上，我是在用恐惧提前关上所有门。未知在我心里等同于失控，等同于危险，等同于我可能再也站不住的地方。于是我拼命想要确定方向，确定结果，确定不会白走一趟。我以为那样才安全，可是在那样的确定里，我其实越来越动不了，因为未知永远不会消失，它只会在我不走的时候变得更巨大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想通了，而是因为我发现，我已经为了避免未知，错过了太多可能。那一刻，我问自己，如果未知不是来伤害我的，而只是我还没走到的地方，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？这个想法一出现，内在其实很不安，因为把未知当成开始，意味着我不能再站在门口评估风险，而是要走进去。但我还是轻轻地给了自己一个允许，不是全然相信，而是暂时不要把未知定义成危险。就在那样的转念里，我感觉到一点空间，不是空白，而是一种没有先被恐惧占满的状态。那个空间让呼吸回来了，我开始看见未知其实没有声音，那些可怕的画面多半来自我自己的投射。当我不再急着填满它，未知本身只是静静的存在，而在那个存在里，有新的东西开始浮现。
不是答案，而是可能；不是保证，而是邀请。我发现，每一个新的开始，在成型之前，都长得像未知。如果我一看到未知就后退，那我其实永远走不到新的地方。当我开始相信未知不是危险，我不再用恐惧迎接未来，我开始用好奇站着，不是天真，而是一种愿意看看会发生什么的开放。那样的状态，让我做出不同的选择，不是更冲动，而是更诚实。我不再因为害怕失控，就否定内在的渴望。未知开始变得柔软，不是因为它变简单了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站在对抗的位置。我走一步，未知就退一步，不是逃走，而是让出空间，让我站稳。我开始明白，未知不是深渊，它是入口。入口总是黑的，但不是因为里面没有光，而是因为我还没进去。当我愿意这样相信，人生不再只剩防守。我开始允许展开，允许试探，允许事情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慢慢成型。这并没有让我失去安全感，反而让我感觉到一种活着的流动。因为我不再把所有能量用来避免未知，未知开始像一个起点，不是要我立刻成功，而是邀请我离开已经太熟悉的地方。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，新的开始本来就不会提前敲门，它只会站在未知里，等我不要再用恐惧把它拒之门外。当我开始相信未知不是危险，而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我没有变得大胆，我只是不再为了安全放弃自己想走的方向。而那样的我终于能够在不确定中前进，不是因为我知道结果，而是因为我愿意把第一步交给生命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